今天我们选择了一个无人地体验生活。首先我们要寻找一个庇护所，这里有一个天然的山洞，非常适合我们，它能完成避风和避雨。而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搭一个离开地面的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次我们又回到了海南，我们打算找一个非常安静，然后又没有人打扰的地方生活1个月。一方面是调养身体，另一方面是学习一下生存技能，还有一些练习一下捕食的技能。所以说我们选择了这里，这里是我们之前挑战过的一个地方，是一个无人半岛，是没有游客和没有居民打扰的。所以说这次我们还是选择了这里。然后一方面是这里的环境比较好，然后一方面也是这里的资源也非常的好。我们这次不是打算去求生了，更加偏向于生存和生活，所以说我们带了很多的东西，你看有面，然后有米，有各种调料，还有一些油，然后这里还有锅，还有被子，还有网，还有鱼钩，看一下，这是被子，然后还有一些太阳能，还有充电宝之类的。我们带这些东西能看出来，我们是真正的想在这里生活1个月的。当然，我们不会局限于这里，我们会尽量通过自己的双手在这里捕食啊，或者说去后面的丛林捕食，或者说出了这里去其他的地方捕食。然后以这里为中心，这里是我们的家嘛，就相当于这样，一方面也是省了住宿费，因为我们很喜欢在这种地方生活。我感觉在这里住着应该比宾馆还要舒服。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当做我们的厨房，然后我们现在有床了，回头的话我们会继续完善，把这里争取弄得真正像一个特别完美的家。我要备点干柴，以防止这2天下雨的话没有柴烧了。这里的海真的就跟天气一样，天气不好它海就不好，所以说这里今天的浪很大，然后就是海特别的浑，之前是特别的清的。可能今天我们都在这里钓不了鱼，下不了网，再想其他的办法。我们现在到了附近镇上的一个小海处，这里的水是半咸半淡的，所以说有很多的罗非鱼和其他的鱼类，所以说我们今天打算在这里下网捕点罗非鱼吃。上次也就是大概要2个多月以前，我们有幸看到渔民打鱼，吃了一些罗非鱼，非常的好吃，所以说这一次我们还要吃一些。这是一张3层的网，有大孔的，有小孔的，就是大鱼和小鱼撞上都是跑不了的。这次我们买的就是稍微就是孔要大一些，像这么大的鱼啊，这么大的鱼应该沾上就跑了，再大一点的就撞上就跑不了。现在11月份的水是真的凉，就是虽然说这里是热带地区，但是这里现在也到了冬天了，20多度这样的。下着网的话就在到腰部这么深就可以了，太深的话也不好捕鱼下网。我曾经见识过当地人捕食罗非鱼，他们用一张几百米的网在小海圈成一个圆形，然后划船里外赶鱼，从而获得高回报，一次最多能达几百斤。而我们只能利用最简单的方法，只要有耐心，效果总会出乎你的意料。通过简单赶鱼的方法，我们的渔网收获了很多，甚至收获一条大鲶鱼，这结果是出乎我们意料的，这证明我们的耐心等待没有白费。这个鲶鱼我已经杀好了，得把它洗一下。但是大家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这个头的话千万不要先杀头，杀肚子或者杀背的话会好一点，不会那么滑。这个鱼等一下我们烤一半煮一半，这个鱼吃不完我得把它腌起来，为我们今后的补充能量做准备。多放点盐杀菌，特别好。
放了一些调料在里面，然后用锡纸包起来，这样焖的话，一会儿就能烤熟，而且就这样做应该是特别好吃的。比直接烤的话应该是安全，然后又比煮着好吃。那条鲶鱼我们就直接用它煮汤喝。这绝对是一道丰盛的菜，又有烤鱼，就是这种锡纸包出来的鱼，还有我们的煎鱼面。我敢说这绝对是我们在野外一次新的突破，就是这个也不错，就是一次最享受的吧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因为在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带过这么多东西，而且工具这么强过。好鲜。闻着都香。这次带着我自己梦寐以求的辣椒，是特别舒服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写日记，把我们在这里生活的事情记录下来。比如说，今天我们学到了什么，我们学会了什么，我们今天做了什么。那样我们出去以后再看一下自己的日记，应该是一件就是感觉很有成就的事情。比如说，今天这是我们在户外生活的第一天，我们搭了一个还算不错的住所，让我们离开地面不用那么潮了。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学会了如何捕罗非鱼，而且收获不错，让我们晚上吃得很好。我希望在未来的这些天里面，我们能学习到更多的技术，比如说如何捕鱼，各种捕鱼技巧，以及各种下陷阱的技术，让我们牢记在心里面。希望在未来的生存之路上我们能用上，这是我们的初衷，就是希望，简单的来说就是希望在我们出去以后，不是在这里一味的享受，而是我们从中又学习到了很多。就这样，今天就这样了，拜拜。明天我们继续捕食，继续完善这里。